印度媒体发文表示，印军因为空情网的巨大缺陷，对边境上解放军的战机到来浑然不知，直至战机飞入肉眼可见的距离后才察觉到。一起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密财户，我是虎妞。根据印媒 ANI 的报道，近日印军再现尴尬一幕。一架中国空军的军机在中印边境的热点地区飞行时，印军的防空雷达居然毫无察觉，还是被地面人员肉眼发现的。后续部署的边境雷达站才探测到中国战机的信号。也就是说，印军的防空体系太过拉垮，以至于直到战机飞入视野才肉眼目击，要在战时这是非常危险的。印军则表示，在凌晨4点左右发现了入侵的中国空军军机。据称，中国正在拉达克东部接壤的地区举行战斗机和 S-400 远程防空系统的模拟演习。解放军在边境附近阵地和机场部署了大量战斗机和无人机，包括新疆和田和其他的主要机场。这些机场在过去2年中得到了大修升级，可以停放更多的战斗机和轰炸机。虎妞认为，当前印度的防空体系对于解放军来说威胁实在是有限。而且印度时刻提防中巴两国，在与两国接壤的漫长边境线中，不得不大量部署防空导弹和高射炮，而印度又缺乏研发先进防空导弹的能力，只能是从其他国家买，如俄罗斯和以色列等。现在印度防空部队主要装备的就是巴拉克8、阿卡什、SA-6导弹等防空导弹，数量少不说，性能也非常有限。当然，为了弥补防空体系的不足，印度倒是下了血本，从俄罗斯引进了5个团的 S-400 超远程防空导弹，订购了80套 S-400 防空系统，目前已经交付16套。但是即便如此，印度防空部队也存在缺少先进防空导弹的尴尬境地，且印度本身不小的国土面积，却只有少得可怜的地面雷达站和配套对空监视基站。整个国土空情网基本上就是个漏洞百出的筛子。根据年初印媒拍摄的中印边境印军阵地照片，印军甚至都将2战时期瑞典的博福斯40毫米高射炮拉到反斜面阵地进行防空任务。可见印军防空部队即便在中印边境也有不少老旧的防空兵器，整体技术等级堪忧。而且地形的限制也极大地制约了印军列装的大量雷达设备发挥性能。中印边境地段呈现西低东高走势，印军的不少防空雷达部署在平原地段，而我国一方的青藏高原海拔高，谷地较宽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，有些地方甚至可达6000余米。高耸大落差的地形导致地面雷达的搜索盲区非常之大，因此印军部署的雷达受限于地形的因素，发挥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即便是在高原设置的雷达，在复杂的地形中仍旧存在一定的探测盲区。所以对于中国空军的军机，印军整体并不能做到实时监控。因此印军开始在中印边境建设前线机场，并且将大量的先进战斗机部署到第一线进行驻防。但是即便如此，装备靠买的印军对比装备自研自产的解放军，仍旧不具备兵力和技术装备上的优势。而印媒也表示，印度的防空系统面对中国空军，实际上面临非常大的压力。中国空军在中印边境部署了新型的歼20隐形战机，据称这是西部战区空军的一个下属率刚刚换装的新机。中国西部战区将长期驻扎20多架歼20，无疑对印军构成了巨大的威胁。歼20具有良好的隐身性能，印度空军阵风和苏30 MKI 战机根本不是歼20对手。同时歼20可以有效规避印军防空雷达的探测，并且可以对印度内部的纵深进行远程打击行动。此外，解放军还有先进的歼16D 电子战机，这种优秀的电战机具有强大的电子干扰能力和监听能力，可以破坏印军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中枢。对于印军的防空系统，则可以采取截取信号定位的方式，对印军的雷达站进行反辐射打击。可以说，一旦边境地区的防空体系被解放军打瘫痪，在解放军空中力量全面入局的情况下，整个战局将陷入崩塌状态。印度陆军不得不面对解放军陆军的同时，
还要面临解放军空军的打击，可谓是空地立体式打印。由此可见，建设一支高效且强大的防空体系，对于印军的整体战略来说至关重要。目前来说，印军已采取措施，在短时间内建造大规模军事设施，补足空警网和防空设备。印度北方司令部已获批准，将来在战时可以获得所有可能的武器和人力支援，来应对可能的威胁。但就像虎妞先前说的，对于任何高精尖装备全部靠买的印度来说，想要补足自己的巨大弱点与不足，那显然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。